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今天呢，有风要给大家带来一期关于 SEMrush 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教程，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强大的搜索引擎优化工具，让你的网站在 Google 的搜索结构当中脱颖而出。你们可能已经听说过 SEMrush 的很多的一个介绍，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不仅仅是一些基础的一些使用方法，我要告诉你们怎么样帮你们的网站找到最好的一个关键词，然后的话如何优化这些关键词。不仅如此，我还会教你怎么样使用 SEMrush 为你的网站获得一些高质量的一些反向链接，进一步提升你网站的一个排名。另外的话，我还会告诉你们如何发现你们网站上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SEMrush 的话，它是目前非常主流的一个 SEO 工具它是专门从事关键词研究竞争对手分析以及 Google 广告活动优化的一个工具。SEMrush 的话，它是由2个单词组成，一个是 SEM， 另外一个就是 Rush。SEM 的话是搜索引擎营销的一个缩写，就是 Search Engine Marketing。Rush 它的意思是匆忙抓取的意思。这2个单词的话结合起来，可以发现 SEMrush 的话对于 SEM 也就是搜索引擎营销，谷歌广告这一块研究的话可能比较深入。跟着有风一起来学习一下吧。这个网站的话，它支持非常多的语言。那我们可以在右上角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这里的话支持英文西班牙语德语等等意大利语中文的话日文都可以你第一次进来的话，它可能是一个英文的界面，没有关系，你点一下这个，把它界面的话调到一个中文就可以了。这个网站的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这个网站的话，它提供7天的一个免费试用你第一次进来的话，如果你想使用它的全部功能的话，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进行一个7天的一个试用方法非常简单直接点击这个注册按钮就可以了。然后的话，你可以用你的 Google 邮箱的话直接进行一个登录。我现在用我的 Gmail 邮箱直接登录进来。好，这个时候的话，它会告诉你来定制一下你的流程，提供一些关于你自己的详细信息让 SEMrush 来匹配你的需求。你这里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的话来进行一个勾选就可以了。勾选好的这里的话，你随便选吧，然后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然后你来到这一步的话，现在就需要选择一下选择试用套餐，选择 PRO 还是 GURU 都可以。那么今天的话选择这个 PRO 的话，功能差不多就可以够用了，然后点击这个免费试用。然后这里填入你的信用卡的一些信息7天以内的话它是不会付款你到第7天的时候第6天的时候你在付款里面去把这个付款信息取消掉就可以了，它是不会扣你的钱的，因为我们前期只是试用一下。如果你这里点击这个跳过试用期的话你也可以用它的功能，但是很多功能的话你就用不了，它是有功能限制。我有风建议大家先用7天试用一下。选择这个免费试用，一定要选这个，不然你很多功能用不了。这里填入一下你的一些信用卡信息就可以了7天到第6天的时候，你把它取消掉就没有问题了。进入后台以后的话，它显示的界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它显示的是这个英文，那你没有关系，你点击这个EN，把它调成一个中文就可以了。SEMrush 的话，它的功能的话非常的强大，它应该是一个一站式网络营销平台，但是它最擅长的话就是 SEO 工具，也就是左边这个，你看除了 SEO， 它还有本地广告、社交媒体、内容营销营销公司解决方案等等等等。我们今天要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个 SEO。SEO 里面它包含非常多，比如说自然流量研究、关键词差异、反向连接差异关键词管理工具等等，反向连接分析反链的一个建立工具等等批量分析非常非常多。今天的话，我们首先来看它的第一个工具，就是 Keywords Magic Tool。这个工具的话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你要查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最近 AI 工具比较火，我们就搜索一个 AI Tool。后面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一个国家，但是中国大陆的话它目前不支持。
但我知道的话，有很多小 O 盘使用这个工具，应该都是做外贸的啊，做的是一些国外的网站。如果做国内网站的话，啊，这个网站可能就不太实用。它主要是做外贸啊，做一个独立站的啊，可能做英文网站，这个网站应该比较适合你。然后这里的话，台湾可以，香港可以，但是大陆的话，它这边就感觉信息就非常少。那么今天的话，就以美国为例，我们选择一个美国，因为我们主要是做的是一个英文网站。好，这里选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的话，就可以点击这个搜索按钮。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搜索结构。好，搜索结构已经出来了，你看它包含这个 AI tool 也是 AI 工具的话，它一共有11757个关键词相关的总搜索量的话，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总搜索量。那平均 KD KD 是什么意思 ？KD 的话就是关键词排名难不难？这个关键词，那你在去做 SEO 搜索引擎优化的时候，想获得排名的一个难度，它是0到100，数字越大的话，可能表示就越难获取一个排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上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参数。比如说第一个是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那里面有非常多相关的一些关键词第二个的话就是意图，他们用英文来给大家讲解，因为它这个上面的话，可能英文原版的一些理解比较好。那意图的话就是这个 interity 的话，它包含了4个参数我们来看一下，有 C 有 I， 大家看到有 C 有 I 有 N。还有一个 T， 它也包含4个信息。这个 I 代表什么意思呢？这里它有解释。I 的话就是一些信息性，就是用户的话，他可能在寻找一些特定的问题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个 N 的话就是这个 navigation 的一个缩写。N 的话它就是一个导航。可能比如说他直接在找，我要找小米手机，我要找苹果手机，我要找三星手机，它就是它目标非常明确，它就想找到一个特定的一个网站。C 的话 ，C 就是商业的一个缩写，它可能就在寻找一些，比如说我最近想买手机，我已经确定了我要买苹果手机，我肯定也要去查一下我要买苹果的哪一款手机，苹果的它这款手机它有什么新功能，那就是 C 的话，它的一些购买意图的话已经非常的强了。这个 T 的话 ，T 的就是一个转化。这个的话，在这几个里面，是最好的一个关键词，因为它马上就要购买了。它就已经在寻找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在寻找的一个购买的地方，比如说它要在亚马逊里面去购买了。这个 T，OK， 非常关键。这里的话我们就反过来说，这个关键词，比如说 AI 检测工具，它有 I 也有 C，说明 C 的话就是一个。C 的话就代表他现在正在找这个相关的信息，他马上就会产生一个购买了。他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往下面，我们看到这个 T 刚才有朋友说了，这种带有 T 的这种关键词的话，说明他马上就要准备一个成交转化了。那我们今天重点要关注的就是一个 T， 还有这个 C， 还有就是这个 I。然后的话，这个 N 的话，我们一般关注的比较少，因为 N 的话，它一般是在找一个特定的一个关键词。比如说我只找小米手机，那其他手机我可能不考虑。它直接就引导到了去那个网站了。我们再想通过关键词转换它，那就非常的难。以有风多年的经验的话，有风的话一般只关注这个 C， 还有这个 I。还有这个 T 关注最多的话就是这个 T 这个关键词 ，T 这个关键词是我最喜欢的，也就是一个成交转化率的最高的一个词。相比之下的话，这个 T 的转化率的话，它会高于这个 C 的一个转化率。你们其实也不要理解这么复杂，你只要关注这个 T、C 重点关注 T， 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前期作为新手网站的话，如果你要转化某一些客户的话，你可能重点还是关注这个 T。T 它虽然搜索流量不多，但是转化率非常的高。当然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一下这个关键词它的流量的一个大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搜索量，就是这个 volume， 就是这个 V 就是这个。它这个是指它这里面这个搜索量是指的过去12个月里面平均每个月的一个搜索量它这里面这是一个平均数
这个都非常简单。我们看下一个 T T 的话就是一个趋势，就是这个关键词最近的它的一个搜索趋势。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关键词那没有关系，你点击这个设置按钮，然后把它这个勾出来就可以了。因为后面有几个关键词，你第一次进来的话它是没有的，你只点击这个按钮把它勾出来就可以了。这个趋势的话，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这种就是比较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些关键词。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关键词 ，AI 艺术什么不是一个工具的，就是这个关键词它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突然冒起来了，但是波动非常非常的大这个的话就不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词，那它可能到后面的话就没有流量了。这种持续稳定的增长的 AI 写作工具，那它在持续稳定的一个增长，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这里有了一个这个什么 AI 工具这里的话到了这个顶上，那有一段时间波动太大，到后面呢基本上也没有流量了。这种关键词我们也可以直接 pass 掉这里非常多的像类似这种关键词，所以说我们需要关注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些流量。看这个流量也是突然就没有了。这个工具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可以看到AI 商业工具，它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一点冒起来了，可能这个关键词的话，可能有点机会，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KD 的话，就是这个关键词的一个困难程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越往红色走，那它的一个你如果作为一个新的网站，那你要去想在 Google 里面获得一个排名，那基本上就非常难。这种词的话，作为一个新网站，你可以直接不用考虑了，因为你基本上拿不到排名。如果是绿色的话，那你可能还有机会。这个数字越大最高是100，那0到100之间。如果在50以内的话，你可能50以内，或者说30以内也就像这种20多。作为一个新网站，你可以去争取一下排名，还是有机会的。然后这个 CPC 的话，就是有很多广告商他在 Google 投放广告的时候，他们一个大概的一个出价，出价越高的话，一般是这种带有 C 或者带有 T 的这种出价是最高的，带有2种一起的，你看它就更高出价的话是9美元带有这种 N 的话是最便宜的，你看只有0.06刚才有朋友说了，带有 N 的都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重点关注是带有 C 或者说带有这种 T 的一个关键词。带有 T 的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带 C 的话，一般关键词的话带 C 带 T 的关键词，一般出价的话都会相对贵一些。那如果你发现一个关键词它又带 C 又带 T， 但是出价非常低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投放广告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关键词，因为它竞争还不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竞争程度也就是这样。如果你看不到这个还是一样的，你点击这里把它勾进来那就可以了这个数字的话，它是在一个0到1之间，那1代表的它的竞争程度非常的高这种竞争程度非常的高，就是在投放广告的时候的话，它可能这个词的话就非常的难。在0.04的话，说明它竞争程度还算比较低。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关键词SF 到它的一个数值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那后面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数值可能是0到10之间这个数字越大的话，说明它搜索结果里面包含的非普通的一些搜索结果的一些东西比较多。什么意思呢？有空来给大家搜索看一下。比如说我说纽约的一个酒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搜索结果。如果这个数字越大，说明它的搜索结果里面包含非常多这种非传统的这些搜索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如果作为一个网站去排名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难就这种东西就是一些非传统的一些东西。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东西它都占了这么大一栏，那如果你还想在里面去排名，如果多来几个这样的一个非传统的一些搜索结果作为一个普通网站可能被压到下面去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了。这就是这个 SF 的一个意思。
那这个 result 就是一个搜索结果量啊，搜索出来啊有多少一个结果，那后面都显示啊，这些这个都非常简单。然后最后的就是更新时间啊，这个关键词啊是什么时候更新的这些数据，那都基本都是这一周啊、上一周啊等等。啊，当我们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后的话，接下来就要进一步筛选出比较适合我们的一些关键词。因为作为一个新网站，或者说你想优化你的网站，你肯定要找到一些竞争程度不高的一些词搜索结果比较少的一些词。那我们怎么样进行筛选呢？那首先我们可以在这个 KD 这里进行第一步筛选。KD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越往100靠的话，它就是最难的。如果你作为一个新手，你想寻找一些竞争程度比较低的一词，那你可以选择这个 very easy， 就是0到14%之间的一个词，我们选择它。我们看一看它搜索结果的话，相关的关键词那只有58个，瞬间的话就帮我们排除了非常多比较难的意思。那 KD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话都基本上变成这种绿色的。绿色的话说明这些词的话就非常的容易，我们就有机会在里面获得一个排名。然后找到以后的话，你看我们这里就可以寻找一些你可能需要想去优化寻找的一个词。我们需要寻找这种持续在增长的词，而不是去找这种波动比较大的一些词。比如说我们来找一个那我们往下面翻，我觉得这个词比较有意思它这里在持续往上面增长的一个词，那是什么词？而且竞争程度比较低 ，KD 的话只有就是这个 AI 换衣服的一个工具吧，就是 AI 的话可以直接把你的衣服给换掉大概就是这样意思。而且它是 C 的话就是商业，这个词非常的好。那它的一个 KD 程度只有2，而且你看这个 CPC 基本上也非常低。那我可能觉得这个是比较好优化的一个词的话，那我可以选中它，我可以点击这个加号，那把它加到我的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列表里面。那比如说你还跟它取个名字，创建一个列表的名字，然后打上这个勾，这样的话这个关键词的话就加到我们的一个搜索列表里面来了。这个词的话也可以HI AI Tool 就是 HI 想用的一些 AI 工具，这个的话也在一个搜索增长，那我们也可以选中它，那把它加到我们需要优化的一个列表里面。点击这个加号直接它就加进来了你可以加到哪个里面呢？你可以选一下。那以此类推的话，你可以把很多词你想优化的一些词先加到你的列表里面。如果说你在这里面没有找到比较适合你的词，那你可以把这个 KD 也就是一个竞争程度的话稍微提高那么一点点。那你可以选择第二个阶梯，就是 easy 15%到29%这个的话它是搜索量的话和流量的话就会相对大一些，但是竞争的话可能稍微难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找到更多的搜索流量更大的一些词。同样的，你选择一个你可能觉得这种搜索量正在增长的一个词，然后把它点击这个加号，把它增加到你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列表里面去。它里面可能出现的词可能有些词比较少，你还想找到更多的词的话，你也可以来 Google 里面来搜索一下，比如说这个关键词搜索一下，寻找一些更好的一些灵感。最适合招聘的一个词这个关于招聘的 AI 工具的话，可能现在需求量正在上升比较大你可以在里面往下面拉，有一些关键词的话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一些灵感，你可以尝试找到这个关键词后，尝试在这个 Google 里面再去搜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工具下一个工具的话可以帮助你将你自己的关键词的一个情况与你的一个竞争对手的话进行一个对比。那我们看到左边这里有个 Keywords GAP， 这个工具它叫做关键词差异，中文翻译过来，这个有助于比较你与竞争对手的关键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这里的话你可以搜索你的相关的一些关键词。那我们先把它换成一个英文我还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英文原始的这种感觉
啊，这里首先增加你的一个网站域名。啊，有风的话，今天就随便拿2个网站来举例，为大家演示一下。假如这个 Shopify 是我的网站，那我来查询一下啊它的一些关键词的情况和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来试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它可以查任何网站的信息啊，都没有问题。那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还可以先来到左边来寻找一下你的一些竞争对手，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自然搜索。啊，这里的话，比如说 Shopify 是我的网站，那我搜索一下它，我来找一下竞争对手。那下面的话，它会告诉你，因为你在优化之前的话，你首先需要你的竞争网站是哪些网站。好，在搜索出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竞争，点一下它。好，下面往下面拉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的一些网站啊，比如 Shopify 的话，它是做网站的，它的竞争对手可能也是其他做网站的一些平台。那比如说这个 Wix 也是做网站的，在 Hostinger 也是做网站的啊，等等的，下面非常多 GoDaddy 也是做网站的啊 ，Squarespace 的话，它也是做网站的啊。下面的话，它就可以找到你的一些竞争对手。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分析。那我们就还是回到刚才这个，在这个上面点击一个右键，然后在新的窗口打开，点击右键，然后在新的窗口打开。好，我们选择这个关键词的工具啊，选一下刚才没打开，然后把我们的比如说 Shopify 这个网站我们的链接加进来啊，接下来把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一个网站的网址的话也加进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竞争对手有哪些，比如说这 Wix 的话，它也是做网站，我们直接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跳转到它的一个官方网站，这个 Wix 也是做网站的，把它的网址的话给粘进来。好，这里还可以增加这下面的话，它也会给你一些竞争对手，它也会自动给你加进来。如果我们这里面没有的话，你还是可以回到刚才这个页面去增加一些竞争对手，比如说这个 Hostinger 也是它的一个对手。这个是 Hostinger， 我们把 Hostinger 的话也给它加进来，这个也是它的对手。然后的话，我们还可以加2个，比如说 GoDaddy 的话，也是做网站的，可能也会是它的一个对手。我们要它的一个主的域名，直接复制过来。好，我们还可以加一个。比如这个 Bluehost 的话，它也是，我们也把它加进来。这几个品类的话都是做网站的，应该都是它的一个对手。有风这里只是举个例，那你们在实际应用当中的话，就把你自己的自己的对手的网址给加进来，全部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这里你可以选择地区，你想分析它在哪个地区的一个竞争程度。这里有风选的是美国，选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一个对比分析。好，来到这个网站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往下面拉，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键词的一些竞争情况。好，搜索结果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关键词的一些重叠。那你左边的话，这里看到你这个是蓝色，比如 Shopify， 比如说 Shopify 是我们的网站，这个蓝色的话就代表 Shopify， 这个绿色的话就代表 Wix， 这个紫色的话你看就代表 GoDaddy。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关键词重复量和它们不是很多，有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独有的关键词和它们重复比较少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往下面进一步分析，比如说这个关键词名字生成工具、域名生成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intent 的话，意图的话是 n， 然后的话在GoDaddy 它自己GoDaddy 的话，这里是蓝色，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蓝色，蓝色代表 GoDaddy， 然后的话绿色的话代表 Wix， 那橘色的话代表 Hostinger， 然后的紫色的话代表一个紫色代表 GoDaddy， 这个黄色的话代表Bluehost。来分析一下，比如说 GoDaddy 这是我们的网站，这个词的话在 Google 排名我们排在第7名。这个 Wix 的话，也就是这个绿色的话，它排名在34名。
第3个 Hostinger 的话它排名在78名，这个 GoDaddy 的话排名就是在14名。左边的关键词，还有右边的话，这些数字的话，代表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站它的一个排名的一个位置，然后的一个总搜索量这个 KD 的话就是关键词一个排名难度的一个难度。总的搜索结果呢，后面就是比如说我们搜索域名，那因为这几个网站的话都是比如 Hostinger 也好，他们都是做这种卖网站卖域名的。比如说域名这个关键词，那我们这个 Shopify 的话，它排名在35名。这个第2个的话，它排名也就是这个 Wix 排名在47名，第3个在10名，第5名第18名。下面有非常多相关的一些关键词，那我们可以直接查询到我们对应的关键词我们的排名还有竞争对手的一个排名非常的清楚一目了然。然后的话，我们还可以查下一个 Missing。Missing 的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手关键词在 Google 搜索结构有排名，但是我们没有排名的一些词，那我们可以来找一下。比如说第1个免费域名我们没有，你看是不是？比如 Shopify 是我们的网站搜索免费域名，我们在 Google 里面没有排名，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有排名，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所在。那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关键词，比如说 free domain 免费域名这个关键词的话，想办法把它优化到 Google 的前几名去。这样的话，我们的流量的话就会大大的一个增加。有3000多个关键词，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排名，那我们没有排名，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里面的一些词，然后进行下一步的一个优化。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话有风是用的比较多非常的实用，可以找到非常多你可能错过的一些关键词这里的话大概这样，那么来说一下下一个工具叫做关键词管理工具在这里Keyword Manager。那关键词管理工具的话进来以后是这个界面。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这里有 AI 工具，就是我们刚才把我们的要分析的关键词的话，我们已经加到这里面了。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有风增加的一个 AI 换衣服的工具，还有一个 AI 招聘的一个工具，那就是这2个词。这2个词的话它的一个意图的话都是 C 有风说了，我们要找带 C 带 T。带 I 的一个词重点我们关注带 C 或带 T 的，因为这2个是离成交转化最近的一个词。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词AI 换衣服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再点一下它，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进行一个进一步分析。接下来的话比如说我们要优化这个词，那就是 AI 换衣服的一些 AI 工具。那我们可以去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看一下搜索出来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网站，他们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那我们可以点击这3个点有风用的是一个 Google 浏览器，那我们可以在一个新的无痕窗口当中进行一个搜索。然后这里输入 Google，然后把我们刚才要搜索的一个词，比如说这个词我们要优化它我们打开 Google， 我们搜索一下，我们点击鼠标中间这个滚动键，让它在新的窗口打开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排名靠前的一些网站，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形式。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AI 换衣工具的话，它基本上都是以这种 Top， 也就是一个排行榜前5个最好用的一个换衣工具前6个最好用的一个换衣工具等等都是这种类型的一个。那这个维基百科的话，我们就可以 pass 掉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12个最好的换衣工具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排行榜列表式的一个文章标题。那我们等一下在做文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以这种排行榜的形式来写文章。我们点开来看一下比如说15个最好用的一个换衣的工具，然后的话它对它写了一个文章进行一个排名。然后这个也是最好用的6个什么 AI 换衣工具等等这个里面也是最好用的12个换衣工具，都是以这种文章列表式的一种形式来展现。那这里的现在的话我们看了这么多，那我们的等一下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了大概的一个方向。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内容的形式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用SEMrush 里面提供的一个
这个叫做 SEO 内容模板。那我们可以用它的工具的话，来帮我们优化分析一下我们写的文章。我们可以来试一下，点击左边这个，还是这个 SEO 里面拉到下面一点 ，SEO 内容模板，点一下它。那我们这里也输入一下我们刚才要分析这个词啊，比如说我搜索AI 换译工具，那我们点击这个创建一个内容模板。那这里的话，你也还是要选择一下地区。那我们这里就以美国为例，我们点击它。那我们点击这个继续。这里已经有这个词了我们最近的这个，然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看它的一个 SEO 模板，点一下它。好，点进来以后这个就是它的大概的一个页面。那这里面的话，就是 SEMrush 给我们这个文章怎么写的一些建议。那我们可以用中文给大家看一下。那根据这个关键词的话，它会给我们一个 SEO 内容的推荐。那比如说，它已经找到我们谷歌前10名的一个竞争对手他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形式，我们可以直接点开来看一下，和我刚才有空找到的差不多比如说15个免费的 AI 换译工具这里的话基本上和我们刚才自己看的也差不多。再点开一个来看一下换译工具这个也是。然后这里有个关键词的推荐根据你的谷歌前10名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他建议我们把这些关键词的话加到我们这个文章里面去就是这些关键词可能有助于我们的排名反向链接的话反链的话，它也给了我们可以尝试从这些网站去建立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反向链接，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权重。那这些网站我们可以后面参考一下，因为当你文章写好以后的话，那你必须要给它建立一个反链，那反链越多，反链的质量越高，那你网站在 Google 里排名的话，那就会越靠前。所以说反链在我们做网站的时候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去这里是它给我们竞争对手可能在这些网站建立了反向链接所以 SEMrush 的话，它也建议我们去这些网站里面建立一个反向链接。这下面有个可读性也就是他写出来这些文章它的一个可读性怎么样它这里面它有一个分数这里的分数是50分有风这里找到一个它可读性的一个分数的一个排名。那大家可以看到3到50分的话，就是读起来可能需要一点知识水平才能读。那它那个分数越低的话说明就越难，这个里面可能就是一些什么科研什么是科学相关的一些，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可能专业术语比较多它就分数的话，可读性的话就会越难30到50，这里50到60，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词的话，它的一个可读性的话在50的话，就是可能需要就是一个大学水平可读性。那上面90到100可能就是一个5年级的学生，那可能都会读等等等等只要大家理解这个意思。我们要找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同行他们的一个分数的一个可读性50，那我们也向这个目标去靠近。也就是说我们写出来文章的话，最终也希望分数在50分左右，那就是一个专业性在50分。文本长度的话，就是每篇文章的一个长度的话大概是在1000个词语左右。那就是这个文章我们要按照排名靠前的一些文章长度然后去写我们也有机会排在前面。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根据他的一些建议来写文章。那下面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竞争对手如何使用这些目标关键词。这里面它的标题里面展现了250个里面它文章里面包含了多少个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它的一个布局怎么样在标题里面有没有出现，文章出现了多少次等等，在不同的一个网页里面它的不同的一个分析。那下面的话有一些基本的，至少增加一个你的目标关键词使用次数的话也不要超过1次，就是加1次就可以，标题里面只要出现1次，它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还有下面的一些元素 ，H1 就是标题也至少增加1个目标关键词，那文本里面也至少要出现1次。
标题里面是不超过1次，然后文本里面是至少增加1次啊，大家需要理解好这个概念。我大概的话我们已经分析了啊，接下来我们可能就需要来写一下文章来尝试一下。那我们可以用到它 SEMrush 里面的一个 AI 写作助手，那我们往下面拉啊，我们先用英文给大家先看一下原版的，然后左边的话我们下面拉啊，这里有个内容市场啊，就是这个，我们点一下它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SU 啊，写作助手就是它，我们要找的就是它，我们点击一下它。那我们可以增加啊，分析一下这个关键词。我们先把这个关键词啊复制一下，复制一下呢，我们这里点击分析新的一个关键词。好，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找到刚才这个关键词啊，任意的一篇文章啊，比如说我要分析一下它这个关键词啊，我把它复制一下。把它复制 ，Ctrl 加 C， 然后的话把它粘贴到这里面来，然后把它粘贴到这里面来，然后把我们这个关键词加进来，然后把我们这个关键词啊复制到这边来。OK，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分析建议。好，大家可以看到啊，右边的话分数已经有了啊。我们这个关键词我们要优化的这个关键词就是 AI 换衣工具的话，那它在这篇文章里面，它给出我们的一个建议。那比如说这篇文章是我们写的，你写好以后的话，你就可以把文章直接粘贴进来，它的可读性怎么样 ，SEO 啊怎么样，这个那下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怎么样？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先换成一个中文。可读性 SEO 原创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可读性，点一下它，你点一下可读性以后啊，你往下面拉啊，这边这个滚动条是这边这个，大家一定要拉这个啊。它的可读性的话，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话，可读性的话是50分啊，这个50的话就是比较标准的目标是50分啊，说明这篇文章这个可读性已经达标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词语。目标的话就是要优化的一个目标是1300个字，我们是1500，那问题也不大啊，差距也不大。标题的问题，它可以说我们这个标题啊没有问题，那可以。然后下面发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标题可能有点长，在搜索结果可能被截断啊，没有问题，标题可能被截断啊，这个问题也不大。这里它给你的标题呢词语过多，研究表明有5到12个词语组成的标题的话，更吸引用户。它给出我们的建议，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个建议的话来修改一下我们的内容。内容的一个问题的话，它下面也会叫我们拆分一下，可能有些太长了，叫我们拆分一下。难以阅读的一些，它也帮我们标出来。考虑使用一些主动这里替换它太过复杂的一些词语，可能一些不常用的一些词语，叫我们把它替换到总之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它会给一些我们专业的一些建议。你还可以点一下 SEO， 下面的话它也可以给你一些推荐的一些关键词、目标关键词。下面还有这些关键词，它推荐给你，你也可以把这些关键词用到你的标题或者用到你的文章里面。图片的 ALT 属性没有问题图片的 ALT 属性只是在图片上也要加上一个相应的一个关键词这个工具的话也非常好用，就是你文章写好以后在这里面来检测一下叫它给你一些优化的一些建议。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工具，就是一个关键词排名的一个监控。我们先换到英文。然后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SEO 的话，我们可以下面拉这里有一个位置追踪我们点一下这里的话，首先的话填入你的一个域名，我们还是以这个 Shopify 来为例，比如 Shopify 是我的网站，然后点击一下设置一下追踪。这里的话就填入你自己的一个域名，然后填入你要追踪的一个关键词，然后这里点击一个继续就可以了，继续。这里选择美国吧，先选一下美国，这里点继续。这里的话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关键词的话来加进来比如说 Shopify 的话，它做的是一个电商网站，它可能里面有电商的一些关键词。另外的话，它还是一个建站的网站，可能它会有一些建站工具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这个建站工具，还有一个就是 e-commerce等等，我们先把这个词的话加进来。
这里面的话就放入你的网站一些关键词，那你可以来监控一下它们。然后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开始追踪。那这里它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去分析这个数据，那大家稍微等一会儿。根据你的一个关键词的数量的多少，我这里2个它可能花上个3-5分钟。那你关键词越多，它可能花费的时间的话，那就会越长。现在的话，搜索结构已经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它大概的一个概览。我们现在需要做的话是点击这个，我先把它换成一个英文。我们现在需要看的就是这个 overview， 我们点一下它，那可以看一些大概的一个情况。那这2个关键词的话，刚才有风查了这个电商或者说网站，有风刚才查了这个电商或这个网站构建器这2个关键词，Shopify 的一个排名，它的一个可见度的话是52.75%。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比如说我们在 Google 搜索一个关键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它，也就是有它的一个曝光占比。我们往下面拉，如果它越靠前的话，说明它的曝光度的话就越高，那它排名的话就越靠前。这个数值的话是0到100之间，数值越高的话，说明的话它排名就越靠前，大家能看到它的几率的话就越大。然后我们往下面呢可以看到这个网站构建器的话，它的一个排名的话在12月22号名在第11名，这个关键词的话排名是在第1。说明的话，这个关键词它还是做的比较好，那可能就有优化的一个空间。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竞争对手发现，可以看到下面还有 Squarespace、Wix， 还有 Amazon， 还有 Webflow其他的一些关键词也在竞争这个词他们的一个可见性的话，比如说 Shopify 是52%，然后的话 Wix 是18%。这个 Squarespace 是50%，说明的话，他们几个排名的话都是靠得比较近的这几个关键词。这里可以发现你的一些竞争对手通过这个关键词，那你自己去搜也可以，只是说用它这个工具的话，全部一目了然把你列出来，而且相关的数据也会有。那我们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的话，那其实排名第1名的，还有排名第10名的，它的流量差距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比如说 AI 换译工具，这个就是我们要优化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发现我们的关键词是在第10名，那我们想把我们的关键词优化到比如说前3名第1、2、3名，因为第1名的流量肯定是最大的，我们要想办法优化到第1名。那但是的话，它现在在比如说在第10名，那这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我们要优化的一个目标关键词。我们可以使用 SEMrush 这个工具，把在 Google 排名第10的关键词争取把它优化到第1名去。那我们怎么做呢？马上有风会告诉你具体的一些操作方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它里面给出了在 Google 里面搜索排名的一个流量占比。比如说第1名的一个流量的话，它占了27%，第1名的流量相当于第10名流量的一个10倍。比如说你的流量你在第10名，你有100个流量进来，如果你排到第1名去的话，你就会有1000个流量进来你可以想象这个流量差距会多大。第1名的流量你可以看到它是第5名的一个接近5倍的一个流量排名第1和第5的一个差距非常大，是不是？第5名如果你流量是500，如果你能排到第1名去的话，那它是5倍流量，就是2500的一个流量，500和2500的流量，那你得到的一个结果那是完全的一个不同的。那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第10名的一个关键词每天能拉到100，想办法排到前面1、2、3名去，把500的流量变成一个5000的一个流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好，接下来我们要用到我们的下一个工具来进一步来为大家讲解。我们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自然搜索就是这个工具，自然搜索这个工具。这里的话就可以分析我们的一个网站它的一个不同关键词的一个排名。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排名，比如说第3名、第5名、第3到5名的有哪些词。第1名的词我们就不用管它，我们需要找到比如说第2名到第15名的一个关键词有哪些关键词呢？想办法把这些排名在第2名到第15名之间的这些词的话，想办法把它优化上去。那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这些词，那么还是以这个 Shopify 为例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搜索可以来找一下我们这网站里面有哪些关键词带来的流量，哪些关键词排名比较靠后，我们来找一下它。好，这个搜索出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位置我们点一下。好，这里的话给出了我们这些关键词的话，在 Google 里面的一个排名。比如说大家搜 Shopify， 那肯定的话，它的位置在第1名。
那肯定是不见得每一个关键词的话，它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排名。那我们首先可以来筛选一下哪些关键词排名比较靠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位置。那位置的话，我们这里可以手动输入，比如说我们要找出排名第2名到第15名的有哪些词点击一下应用。好，这里的话我们就找出了排名第2名、第3名、第4名、第5名有哪些关键词，我们可以在里面来找一下。那比如说有人搜索这个商店的话，那我们排名的话在第3名。那如果我们能优化到第1名的话，流量的话它又会增长个2倍。那我们可以往下面拉，那可以找到了非常多词。但是这里面词如果太多的话，然后每一个都去优化的话，可能有点难。那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那我们这里可以选择 KD 的话，我们选择0%到14%，非常简单的一些词。我们先从这些词的话进行优化，我们筛选一下，点一下它，然后点击应用。好，进一步筛选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词的话，它的优化难度的话就低了。那 KD 的话，你看只有12%了，这全部是绿色了，是吧？说明这些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去优化一下，让它排名靠前一些。接下来这些词的话，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优化的一些目标。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筛选出你的网站里面那可以优化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词，能想办法把它的排名的话给优化上去。比如说这个关键词，那我们可以点一下它，我们点到我们这个 Shopify 里面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文章。那可能有人搜这个副业，那他可能会找到这个 Shopify， 因为 Shopify 它本来就是做网站的，那可能会有人搜索这个 Shopify， 因为副业这个关键词的话，它的流量非常大。我们要想办法，比如说把副业这个关键词，让 Shopify 的话在 Google 搜索里面也有一定的排名。那我们呢可以来进一步来分析一下这个文章。那我们怎么样才可能把比如说副业这个关键词让 Shopify 的话在 Google 里面也有排名呢？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下一个工具。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个 One Page SEO， 就是单页面 SEO 检测工具。我们点开它，我们再点击右键，我们选择一个在新的一个窗口打开，然后这里的话输入我们的一个域名，把 Shopify 的域名的话给这里的话输入你自己的一个域名，因为你自己去点击这里获得一个 ID， 这里选择一个地区这里选美国，我们点击继续。好，这里的话会出现它相关的一些关键词对应的一些文章我们这里选择一个手动。然后现在的话，把我们需要优化的关键词还有文章的链接的话给粘贴进来。比如这个是我们需要优化的一个文章，我复制一下，把它复制到这个地址这里，再把关键词的话，我们要优化的一个关键词的话给复制过来比如说我们要优化的是这个 side file， 就是一个副页，把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然后点击这个增加页面，然后这里的话开始收集一个想法，我们点一下它。这里面所有的内容的话，换成你自己网站的一些网址和关键词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正在分析这里的话它会消耗一点时间如果你页面越多的话，它可能消耗的时间就会越长。好，这里的话它已经分析完了，接下来我们需要点击优化的一些想法这里需要把我们这个网址的话给填进来。因为它下面有非常多网址，如果的网址够多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把网址粘贴进来。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址的话，我们已经就是我们刚才的网址。我们要优化关键词了 ，side file 就是副页。这个地方的话，它会给你一些优化的一个方向这里的话，如果说这个打勾的话说明你这个关键词已经优化的不错了。那如果说这里面它还会有给你其他的一些的话，那你也可以来看一下。那比如说这个地方，这里有个5个 ID， 那就是说它针对你这篇文章的话，给了你5个建议，那这里给了你7个建议等等的。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来看一下，比如说这篇文章给了你5个建议，我们点一下它会针对你这个页面。它会针对你要优化的关键词以及你这个页面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话，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 SEO 这些这些打勾的话都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内容的话它发现里面你的一些问题，你根据它里面给出的一些建议的话修改就可以了反向链接的话，这里给出了这些叫你去寻找更多的一个反向链接，还有上面这里的话会需要优化的一些地方，提供更多相关的一些meta 描述等等提供更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标题，用目标关键词加到这个 meta 里面来这里面都有它一些介绍，避免一些关键词怎么样大概就是这些词。反正如果你看不懂的话，直接把它改成一个中文根据它给出的一些建议去优化就可以了。
那这里需要这种绿色的字没问题，这种黑色的字的话，你重点关注这种黑色的字就可以了。难度的话，这里它有个我为什么要执行？这里面的难度，如果你要优化里面的一些东西，这里面难度怎么样都会给你说出来啊，避免在body标签中堆砌关键词啊，你可能关键词太多了啊，你需要减少一些堆砌啊。这一步优化完以后的话，那我们来进行下一步优化。我们都知道一个网站的话，它的一个反链，也就是反向链接。那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反链呢？其他网站连接到你这网站的一个数量，连接到你的网站数量越多，那你的排名的话就会越高。除了看数量以外的话，还需要看一个质量。比如说新浪啊，新浪的话，它就是一个权重非常高的网站。如果它这个网站里面有我们这个网址的话，那它帮我们带来的权重的话就会高很多。那除了这种质量以外的话，还有数量。你的反链越多，反链的质量越高，那你在 Google 里面排名的话就会越靠前。那接下来我们就用 SEMrush 里面的工具来帮我们来建立一个外链，来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反链以及我们竞争对手的一个反链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竞争对手的一个反链的一个情况来做出进一步的一个操作。首先我们先换成一个英文，英文的话有风看的比较习惯一点，因为如果做外贸的话，其实英文还是用的比较多。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一个反链，就是这个工具。那这里可以输入你的一个网站，比如说我们还是刚才这个 Shopify。那 Shopify 的话是我们自己的网站，把你的竞争对手的网站的话也全部输过来。现在的话，比如说 Hostinger 也是做网站的，我把它输进来。Bluehost 的话也是做网站的，我们也没有把它放进来。这里的话，第一个放你的网站，第二个放你的竞争对手的一个网站。GoDaddy 的话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几个都是做网站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下面还有它一些推荐的一些网站，然后的全部弄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开始，让它帮我们分析一下竞争对手的反链有多少，你的反链用了哪些网站来建立一些反向链接。我们的网站的话就会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方向。如果你自己去单独手动去找他们的反链的话，非常的麻烦。用工具找的话，你看分分钟就帮我们找出来了。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chart， 就是一个图表。看那个图表的话就比较简单，这里的话是一个权重的一个分数。比如说我们 Shopify 的权重分数是88分 ，Hostinger 是68，Bluehost 是60，GoDaddy 是83，说明了 Shopify 的权重还比较高，它的分数是最高的。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和竞争对手的一个分数的一个情况。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数量，比如 Shopify 你看反链这么多。Hostinger 的话，Bluehost 的反链是最少的。其次的话就是 Hostinger， 排名第二的话就 GoDaddy 的反链也非常多。这里面可以看到你们的一些反链的一些大概的一个数量。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来进一步来查看一下。这边的话它可以看到，比如说 Shopify 我们自己的网站，在对应网站的一个反链的一个数量。比如说在这个网站里面 ，Hostinger 的话它的有2个反链，那 Bluehost 有1个，在 GoDaddy 的话它有68个。那就是反链，在这个网站里面它有这么多反链。比如说在这个 NUNL 我们看往下面了。比如说在这个 Broadia Edu 里面，这应该是一个教育类的一个网站。我们的 Shopify 的话，它1个反链都没有。那在 Hostinger 的话有1个，那 Bluehost 有2个，然后 GoDaddy 的话有4、5个。说明的话它的权重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这个里面也有它的一个反链，我们可以直接点进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学的一个网站。大学的网站的话，其实它权重非常的高。如果你能在这个网站里面获得一个反链的话，那你网站的排名的话肯定会进一步的提升。这个都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去具体分析一下，看有些你能不能操作。比如说这个也是一个什么机构的一个网站 ORG， 我们的 Shopify 没有任何反链。那后面的 GoDaddy 的话反链这么多。知道一些反链的一些情况和数量以后的话，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来建立我们的反链。SEMrush 的话，它提供了一个反链的一个建立工具。我们可以往下面的这里有个 link， 就是链接建立工具，我们点一下它。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输入我们要，比如说这个 Shopify 是我们的网站了，粘贴进来，点击开始链接的一个建立，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关键词继续。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的一些网站，你也可以手动在里面加。这里面是系统帮我们加进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加进来。这里开始一个链接建立，点一下它。
那这个时候它数据的话又在帮我们分析，这里的话它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SEMrush 它的强大之处就是这些。如果你现在优化一个网站，你没有工具的话，你手动去优化，真的感觉无从下手啊！你可做的一些东西的话，还有你的效率的话，也会非常的低。啊，人家在用飞机大炮的时候，那你可能还用刀棍，你还在用刀棒，是不是？完全的话，竞争都不是一个层级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比较好的工具的话利用起来。啊，这个网站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啊，兄弟们最好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步一步来实操一下。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结果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结果已经分析出来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查看一些具体的一些数字。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查到的我们的竞争对手建立的一些外链的一些网站，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他们在哪些网站里面建立了这些反向链接。那我们要做的话，也就是想办法去这些网站里面去建立属于我们的一个反向链接非常非常多。那我们要做的工作量的话，也会非常非常大，因为你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排名的话，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比如说我想去这个网站建立一个链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的我们可以点一下它，你可以把所有你想去建立反链的一个网站的话，先把它加到我们的一个计划里面来。加到计划里面来的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进行当中，可以点一下它。SEMrush 的话，它提供了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联系一下对方网站的一个负责人。比如说这里邮件都写好了，那就是问他能不能在他的网站里面建立一些反向链接，那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直接这里的话就可以给他发邮件。这个工具的话是非常的好用，你也可以这里直接的话就可以联系到他们，这个非常方便。那最后一步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找出我们这网站急需要解决的一些搜索优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来找呢？ SEMrush 的话，它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点击这个站点优化，点击一下它，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把你的域名的话给加进来。比如说我要优化这个是我的域名，我要优化一下它。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创建项目，这个时候的话，系统它就会运行来找出我们网站出现的一些问题。这里的话，它需要检测的一个网页的一个数量。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网页有多少个数量呢？那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比如说加个 site， 加上你的一个网址加进来，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大概的一个搜索结构。我们可以看到Shopify 有17万的一个网页，这个网页非常非常多。那你可以把这个数量的话填进来。你可以如果太多了，你就点击这个自定义，把你要优化的一个数量给填进来。SEMrush 的话，它就会去找你这些网页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弄好以后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开始分析。那这个的话，它会根据你的一个网页的数量的话，可能花费的时间非常非常长。那可能如果你网页越多，花费的时间就会越长。有风的话，之前我已经分析过一个网站，当你分析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分析结果。分析的话，一般100个网页的话，可能都要花费个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之间，这个是非常耗费时间的。这里的话，它会给出你，比如说你里面有5个错误，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用中文来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他发现了哪5个问题呢？比如说这个页面不能被抓取，有一个页面不能抓取，还有一个包含一个重复的一个关键词描述，你可以点击这个修复，怎么样修复？关于这个问题怎么样修复，它会给你一个解决方案。还在你的一个站点地图里面发现了一个错误，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有什么样错误？非标准化的 URL， 对，这就是你发现的一些问题。还有1747个警告。这里面的话，它会告诉你有什么样一些问题，标题包含过得的文本什么比率比较低包含这个 low follow 属性等等你根据这些情况的话，慢慢去优化你的网站你优化的越多你网站的话出现的问题就越少，你获得一个排名的机会的话就会非常非常多通过这个工具的话，我们就可以基本上找出我们网站目前存在的急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
好了，今天有风讲解的涉及的知识点非常多。那如果你看一遍的话没有看懂的话，你可以反复的多看几遍。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那本期用到的这个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兄弟们最好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步一步来实操一下。实操一遍以后的其实你会发现还是非常的简单。